就见蓝忘机说了句一间。见他这么说，魏无羡没了办法，只好跟掌柜的补了句要这里床最大的那间。掌柜的是谁啊？经营着彩云镇最大的客栈，什么人他没见过，心下便懂了，又笑道是，在下懂，都懂的。便吩咐小二带两人去上房了。魏无羡心下奇怪，懂啥？他都没懂，掌柜的懂什么？小二看他的眼神也有点怪怪的。期间魏无羡问他，蓝湛为何不要两间？因前几日那个意外的吻，他还有些介意呢。出门在外还好，若和蓝忘机两人关在屋子里，他都不太敢正眼瞧他。怎地蓝湛就这么不在意？难道那吻就这么不值一提吗？蓝忘机却道，出门前兄长有交代，要一间。想来是两人外形实在出众，在外边分房，若是被人认出来，不知要被传成什么样。原来是泽无君的吩咐啊！魏无羡只得哦了一声。小二带两人入了房，上房价格高，自是空间也大，分为外厅和内间两个部分，中间由一个木雕镂空的圆形拱门分开，摆设也好，桌椅、案几、衣柜，甚至连书柜都有，装着好些书，比起好些人家东西备的都全。再看到床榻，大是够大，但见3尺红帐暖，床入显红潮。这，魏无羡心道，这床红成这样就算了，这挂的都什么玩意啊？婚床都不带这么布置的。那小二还在那夸自家，两位公子，这上房可是我们这布置最好的一间了，整个镇这间敢说第二，没其他敢说第一。呵呵，你们这床设计真别致啊！小二自豪地继续道，可不是，这床来头可不小，掌柜的专门请名家大师设计制作的。不瞒您说，当初掌柜的为设计这房间花了不少银子啊。魏无羡眉毛抽动，有钱买点什么不好，弄这破床。心下正嘀咕呢，那边蓝忘机终于开口问，可还有别的房间？小二道，您二位要大床的就这一间了，其他的床都比这小，就普通客栈那样，二位能接受？魏无羡想了一下，把心一横，牙一咬，道，那就这间吧，你晚点再送吃食过来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比起要和蓝忘机一起挤小床，他觉得还是选择这个一言难尽的床，反正睡觉嘛，眼睛一闭啥也看不见。得嘞。小二得了吩咐，临走前又问，客官们晚饭可需要上酒？没等蓝忘机开口，魏无羡立刻道，要的，多拿几壶。那小二又道，客官您有所不知，我家酒是自个私酿的，没那天子笑出名，但要烈不少，普通人一壶就差不多。那就给我3壶。听得有没喝过的好酒，魏无羡来了兴致。1壶。蓝忘机已经坐下，在后边冷冷道，劳烦再多拿个枕头。蓝湛你作甚？又不是在云深不知处，你还拿家规压我不成？3壶。小二看两人争执起来，不想惹祸上身，便急急退了出去。晚饭时送来了枕头和2坛酒，那小二也是个聪明的，见两人1坛3坛争执不下，便折中送了2坛过来。魏无羡接起1坛喝了几口，大叹，哇，当真挺烈，好酒，不过比起你们那天子笑还是差了些。蓝忘机将菜重新摆过，红色的全放到魏无羡面前，绿色的全放到自己面前，然后细嚼慢咽吃起来，并不理会他。许是太久没碰酒了，他喝得很快，很快喝完1坛，又去接第2坛。蓝忘机出言阻止，出门在外，切莫贪杯。魏无羡切了一声，道，在家不能喝，在外不贪杯，我的蓝二公子，那我要什么时候才能喝个尽兴啊？说罢也不管蓝忘机看过来的眼神，拿起酒就要喝。岂料蓝忘机出手阻拦他，明日要起早，莫要误事。魏无羡往旁边轻轻一躲，躲过蓝忘机的手，得意道，哎，本老祖酒量好着呢，喝2坛当喝白开水一样，不会有事。说罢想饮一口，蓝忘机却又伸手过来夺，两人又一来二去争抢起来。韩光君，你可住手别抢了，要是又发生上次那种意外，可怎么办？听得他的话，蓝忘机似想到了什么，也不抢了。魏无羡眼光故意去寻他发丝里的耳朵，果然有些微红。他本以为蓝忘机并不在意，所以行事和以前并无二致，面上也依然冷若冰霜。岂料蓝忘机并不是不在意，只是假装不在意。魏无羡心里不知为何突然乐了起来，道，哎呀，韩光君怎的这样就休了？咱们俩可是道侣，亲一下有甚？听不得他的胡言乱语，蓝忘机别过头不理他，耳朵倒是更红了，藏在袖子里的手指也微微蜷曲。魏无羡看他这好似被轻薄了的纯情少女的样子，
心里作恶欲又腾起。哎呦，不过冰清玉洁的韩光俊，以现在的记忆，该不会是第一次吧？蓝忘机这才转过头看他一眼，问他：你不是第一次？那是，本老祖可是万花丛中过的人，哈哈哈哈！说罢一边笑一边抬起头想饮一口酒，岂料蓝忘机本不动声色，这下却快速出手，打得他一个措手不及。回神时，酒坛已在蓝忘机手里。就见蓝忘机起身去打开装秽物的木桶，将酒倒了进去，全程面无表情。哎呀，蓝湛，你这个没得感情的杀手！第二日清早，魏无羡在蓝忘机捏了他3次鼻子，并且真心觉得他要再不起，下一次蓝忘机绝对捏到让他与世长辞之后，终于爬下榻。而蓝忘机早已穿戴整齐，此时正端正地坐在椅子上等他。魏无羡继续迷迷糊糊的洗漱，穿衣服时看到光秃秃的床，才想起昨夜逼着自己不去在意这造型清奇的床，勉强爬上去打算睡下的时候，倒是蓝忘机忍不了了，2、3下把那些乱七八糟挂着的纱幔全扯了下来，再叠得整齐，摆放到一边墙角。韩光俊，待会小二进来打扫，看你把人家床给拆了，不会发火吧？蓝忘机波澜不惊道：并未破坏，想挂随时可以挂回去。这人就算做着破坏的事，也是做得整整齐齐，一丝不苟。两人按照昨天甜点铺老板说的地方找到了卖薄饼的大娘，两人先是都要了份薄饼和豆浆当早餐。蓝忘机还在慢慢的啃他的饼呢，那边魏无羡早就2、3下吃完去找大娘唠嗑了。大娘看魏无羡长得俊俏，笑容也好，嘴还甜，很乐意与他搭话。关于云英小姐，她还真有些内幕。当年府里的下人，走的走，卖的卖，全部在这了。我是因为早嫁人了，家在这。你们现在要找，能问的也只有我一个人了。云英小姐人名如花，总是喜欢戴云英花式的步摇，是这一代出了名的美人。家境殷实，又是师傅老来得子的独女，夫妻俩是从小宠的不行，所以嘛，脾气就是有点拗。人倒是挺好的，也开朗。她原只是师傅一个小小的帮厨，云英小姐也从不介意身份地位，也经常和她搭话。约莫是云英小姐16、17那年，小姐带回一个男人，禀明父母说是意中人，说是某日出门遇到山霸恶匪，幸得其所救，并芳心暗许。男人生得眉目俊朗，与小姐也算的是郎才女貌，可惜男人是个游历四方的江湖侠士，无亲无家，更身无旁骛，老爷夫人哪里肯答应？说白了，这人就是一穷二白，毫无建树，与小姐怎能匹配？况且小姐还有从小定下的娃娃亲，小姐本身脾气就拗，这下更是非君不嫁。终于是父母拗不过，答应了，若男人能干出一番事业，便将云英小姐许配给他。可男人除了一身武艺，并没其他长处，没他办法，从军去了。小姐始终没等到人回来，后来家里出事了，老爷生意失败，欠下好多钱，不久老爷和夫人都双双离世了，云英小姐便卖了府里所有财产。也是个伤感的故事，听得让人唏嘘。魏无羡问道：那云英小姐最后怎么了？嫁人了。那娃娃亲是老爷何志友从小定下的，对方也是好人，没在意小姐原先的拒婚，也没在意欠款，帮小姐把债都还了。小姐很是感激，嫁过去了。据说是北方的，很远，自此再也没见过了。大娘如是说道。关于云英小姐，整个故事就是这样了。魏无羡谢过大娘，又再要了2个饼，才回去蓝忘机身边。蓝湛，你听到了吗？云英小姐那小情郎最后参军去了。蓝忘机点点头，不会是巧合？每日来送云英的凶师，听得刘夫人所说，正是穿着军队制服，想必就是同一人。是夜，又有人爬上墙头，依然是四处看看，确认没人才下来，拿出一只云英放在窗台上。忽然间笛声琴音响起，曲调幽静缓和，似能抚育人心。两人合奏之下，那凶师渐渐失了力气。不过一瞬，窗台上那只云英没放好，掉了下来。那凶师像突然受到了什么刺激，双手捂着头大叫起来。既是凶师，就算平时再安静，嚎叫起来还是很有震撼力的。两人怕他突然发狂，换了支曲子，更是卖力的继续演奏。曲调突转，似展开了千百条锁链，牢牢将凶师捆住，限制住他的行动。两人希望他能冷静下来，他现下还没有做出不可挽回的事，只需度化。若是惹出人命来，就不是简单能放过他的了。两人合奏还是有效果的，那凶师又安静下来。
乐曲影响了他的行动，但他还是慢慢的、艰难的移动着步子，非要去捡那只云鹰，再放回窗台，嘴里一直在低喃着什么。魏无羡用心去听，只见他声声道着云鹰云鹰。魏无羡不过一晃神，那凶尸便钻了空子，又是嚎叫一声，打破身上禁锢，立刻跃出墙头，跑没影了。魏无羡略微皱起眉，只见蓝忘机对他摇了摇头，执念太深，怕是难以度化。无法度化，便只能镇压，若还不行，就只有灭绝了。可明明他还什么坏事都没做。魏无羡并不想那么做，对蓝忘机道：“蓝湛，你若信我，要不按我的方法试试？”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